乒乓乓乓。Hello， 各位，这里是亚内的。今天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闲聊。这支影片会提到明朝、绝区零、原神，甚至于崩坏星穹铁道，会放在一起做比较。那么不喜欢自己的游戏被这样比较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拉踩。那我建议你可以不要看这支影片。反正只是个闲聊啊，又并且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会在我这个频道上，因为顾及社区的舆论而去打了这个预防针。这可能也是我在频道上第一次提到，我其实以前有蛮多部分都会顾虑游戏社区的一些讨论风气，而尽量减少他们之间的比较。但是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会大比特比。手游日课到底该怎么样做才好？这个议题是一直持续有跟身边的现实朋友持续的聊到，也想做影片很久了。我原本是想说，可能我哪里玩起来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话，我可能就出一个 short， 发现我做 short 是最没有心理压力的。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常跟朋友间谈到这个问题，那我就想说，我干脆一次讲个全部，以后再有人问及啊，我就不用再打字再重打一遍，不用再重说一遍啊，把这个影片贴在他脸上，就可以表达好我的立场。就先拿我玩的最少的崩铁先说吧。我觉得回合制的手游真的还是要做扫荡。我觉得以现代的人生活步调来说，一个好的设计的回合制游戏应该会比较像是棕色尘埃那种样子，就它可能每隔几个礼拜会有一些让你手通去通过的关卡，但是你只要手通过后，你就可以一直享受，无论你当初手通是手抄的还是 auto 的，对，但是你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活动期间一直享有你当初终于过了最高难度的这个关卡的一些红利回馈啊。我先说我就是崩铁是玩的少了，但它好像比较没有像是大多数手游那样子，可能每个月会固定开一个可能要你推个10关左右的一个剧情关卡啊，毕竟它就不是那样子的，就是点关卡进入关卡游戏，然后可能一关剧情，然后下一关给你接战斗，然后再下一关又是看剧情的那种，它就不是那样子的回合制手游。但是以就有了这种回合制手游的框架来说，他们会一直更新这个剧情关卡，会让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至少还要再拼一次手通。虽然这会牵扯到为什么崩铁关卡不想让人扫荡，有的人会说，为了在 auto 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角色的展演，他要常常投放那些展演给你看，这样子你才会感觉到你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对，那因为一些比较关卡式的回合制手游，它有这种持续推陈出新的关卡，所以你一直都会需要用你的角色去通关，所以他们会比较可以放扫荡。就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手游这个模式，我们就不说是手游吧，就说是现代人的生活步调，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可能你手通可以放 auto，就是你可能抽得多可以放 auto， 抽得少你可能需要一点点手抄。更大部分的手游来说的话，就是有那种星数挑战嘛，你可能打过最高难度的时候没有死人，你才可以拿到3星，对不对？那这个没有死人通常都会比较控制在你要抽得多，可能角色要满图，武器池或者是角色 box 要够齐全，那你高难度你才能用 auto 去满星，那不能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小小的手抄一点点，然后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去享受你当初这个无论是用技术或者用金钱或者时间去推过的关卡的这个享受它这个红利，就是扫荡，用一时的努力去换取后面的轻松。我比较对崩铁那些比较常态性的，像什么模拟宇宙还有什么它好像好几个啦，但我就只有打模拟宇宙啦。那种关卡它就是属于一直推陈出新的，那我觉得它需要你 auto， 那我就无所谓。但一般你花体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扫荡一下会比较好。对，那当然还有崩铁这个剧情不能跳的部分，甚至战斗不能 auto 的部分，那有时候我也想表达一些 BOSS 战有一些魄力吧，我觉得它会特别设计成你不能 auto。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像是我那个时候在匹诺康尼打沙金的时候，2阶段的时候，他就算不给我开 auto， 其实我在做的完全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让我 auto 就特别的没有意义。虽然我以前在玩星铁的时候，实况的时候，我都有特别讲过，我入坑星铁并不是自愿想入坑的，我都一直有强调我是被迫入坑。但总之星铁有一些元素确实就是没有让我想要玩下去。对，那还有剧情跳过的这件事情也算在内了，但是他们最近可以跳了。
但我只能说，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没有特别想要玩星铁，所以呢，剧情跳不跳过，只能说对我来说一定是有差啦，但是不会差到说这样我就会变得想玩星铁。OK， 好，那接下来讲到说原觉明的部分了。我们都知道原觉明它并不是回合制手游，对，它会比较偏向动作游戏一点，但我还是认为它既然如果是属于手游这个载体的话，日氪这种东西还是越简单越好。就是刚刚星铁也讲过，我觉得手游这个载体要能够常常享受着我以前努力过的快乐，所以偶尔有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关卡，那它可能会有一些手操的需求，但是我一旦过了之后，我就要能扫荡这个关卡，这才比较符合我的心态。那原觉明难道没有这些比较高难度关卡吗？它有啊，但是它在有的前提下，它还是不愿意放手给玩家扫荡。尤其是我这边特别点名绝区零，我一直觉得绝区零就是因为不懂玩家为什么要扫荡，所以才推出了那个超级不扫荡的扫荡券。扫荡券如果不能花你的体力的话，那你要这个扫荡到底是干嘛？不知道，我甚至觉得 2.0 它推出了那个随机怪物的系统，完全也是为了想要堵这些想要扫荡人的嘴。怎么说呢？就是有人可能会说，希望关卡要扫荡，因为一直都打同样的怪物太无聊。他可能就是听到这个说法，所以把里面的怪放成随机了。但其实绝区零今天的问题是它需要日氪、需要周回的关卡，我觉得它的手操成分太高了。就我觉得像原觉明这3款来说的话，像是周本那个难度，就是周本 BOSS 的那个难度比较需要操作的话，我可以接受。那还有那种常态更新的深渊啊，然后什么誓于防卫战啊，或者是像这种0号空洞，或者明朝的那个什么千道门飞的异象，就是周期性更新，那它是一个稍微需要花点时间，它可能有点肉鸽的要素啊之类的，需要选择啊，就这种关卡。对，那这种关卡，因为不是日氪，我就觉得比较没有关系。所以呢，日氪其实要手操、要周回的，我真的觉得难度不能太高。那么这时候我就要特别点名绝区零的耗体日氪了。它真的是原觉明3款里面日氪你要耗体的话最麻烦的一位。我自己是00的新剑雅，那尤其是打以太素材的时候，因为可能属性不是那么样的吃香哦，我自己体感上好像都要满续个4到5次才能打过。对，都已经是这么样轮椅的角色了，对，还是特别的花时间。当然，或许有人可以花更少的次数，但那也意味着他的手操成分可能会更高，或者是他的氪度可能会更高。他的精英怪的素材，甚至以前也只能40体的耗。那原觉明3款里面，其实我是特别讨厌绝区零的耗体，但只能说，还好他不耗体哦。甚至我最近发现，好像到了 2.0， 你甚至不喝咖啡也能够解每日啊。各位，你知道咖啡是不能喝超过1000点的吗？不能把你的体力喝超过1000点的。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绝区零基本上上限都是完全没有在耗体的。所以像绝区零偶尔有这种废弃电池的活动，就是要你每天花体的时候才能获得这个废弃的电池。你一天就算耗掉了1000体，也只能获得1颗的废电池。对，这已经是我第2次错过这个活动了。虽然这次还不到这么无法挽回，但是我已经拿不满奖励了。只能说这次发现的比较及时啊。那日氪手操的部分，我觉得真的也不要搞太多波次。虽然我可以理解说他有时候想做多波次，是想要卖某一些角色，他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输出轴，所以他打多波次的怪比较有利。但是我觉得一样啦，这种东西你可以把它做去比较常态更新的一个稍微需要手操的这种周期活动。不敢说它就一定是高难度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做成日氪会比较好。就其实原神到后面的副本也很少在做这种多波次的怪物了。我记得大概从须弥开始，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多波次的设计变得比较少，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刷的那种圣遗物副本了。好啦，虽然枫丹猎人套还是多波次啦，但至少相比以前，可能蒙德武器本我记得到现在也是3波吧，甚至以前好像还有一些是这种史莱姆，然后你打个10几只，然后一开始可能只出个8只左右，然后你每打1只，然后才多刷1只这样，好像还是有这样的吧，但后面真的就很少再出现类似这样的设计了。那我一直都觉得说，日氪要你手操的部分来说，我目前玩起来明朝是比较轻松的那个，但它也只是相对比较轻松。就明朝它要是有更方便可以去解每日的手段的话，我可能也是会选择抛弃掉耗体这一块。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体感了。我觉得像是原神跟明朝，它都比较属于那种你进了副本之后，我是指这种比较需要日氪的副本，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可以照着 SOP 丢技能，然后就可以去刷的副本。但是绝区零的话，比较不存在这种 SOP，就是它在手操的时候，绝区零会比较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像你可能突然把怪物打到 break， 然后它会要求你当下要去决定你要不要换支，那这都是一个比较打断你自己节奏的一个操作。对，甚至它的这个来回切人，它也不是固定方向，需要去当下判读你的角色在哪一个位置，而去判定你要前切还是后切。这都是相对于明朝原神来说比较需要操作的部分。那原神呢，其实我觉得自从它出了历练点之后，就你可以借由压这个浓缩来去达到快速减每日的效果。然后刚刚也说过，因为原神的战斗中发生的变音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你可以发现原神是我到目前为止讲最少的游戏。那这表示原神没有缺点吗？当然也不是，原神被大家诟病的东西可多了。为什么压数值要抓金蝶，不能够直接选择你要花多少体？为什么刷副本还要挑良辰吉时？你今天可能看啊，我想要刷这个东西，但我今天不能刷，然后下次等你想起来是什么时候，跟你说1个月后，1个版本后。这边就另外再开一个议题吧。我一直觉得说，原神这种要挑黄道吉日，你才能够打某个特定副本，这个其实应该是有意要学很多的日系手游。很多的日系手游都有所谓的曜日地城的设定，但我觉得问题是说，曜日地城，我觉得你就算不是日本人，你玩久了日本游戏，你看这个曜日地城，你大概也可以知道，星期一是火曜日，星期二是水曜日这样子。因为他们的星期几是有直接对应元素的，所以当日本游戏在刷这些曜日地城的时候，玩家是不用去想今天出现的是什么副本。我就问个直接的问题吧，大家都知道蒙德的天副本，是自由抗争跟一个啥诗歌吗？是诗歌吗？好，那我问你。抗争是星期几？我相信，就算你从开服就在玩原神玩到今天，你也不见得能够直接回答出来。你就算蒙德你回答出来，你能回答出璃月的勤劳本是礼拜几吗？你能够回答出须弥的笃行本是礼拜几吗？甚至他那个图形都不见得能够让人想象的出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像很久以前我璃月副本的时候，我都是讲说金钱副本，然后稻米副本，就是他们。对，虽然璃月的确实比较好想，因为种稻比较辛苦，所以它叫勤劳，对不对？那钱的那个副本啊，它就是个黄金，对不对？会比较好记，但是后面你发现它越来越难记了。我就问你，为什么笃行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后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在记到底是叫什么名字了。大家都知道枫丹的天副本啊，好几把剑了，请问哪一把才是正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造成玩家不必要的一个成本。绝区零这样子可以让玩家直接任意刷，到底有什么不好吗？其实就算崩铁，应该也没有在分星期几，也是可以任意刷吧。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个特别模仿日系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重点还是非常的扰民啊！我觉得玩家今天错过一次，下次又错过一次，你觉得在下次的时候，玩家是终于会记起来我礼拜几要刷，还是下一次玩家可能就不爽刷退坑了？那只能说原神是个很有自信的厂商啦，有自信的表现啊，有自信的表现。他们完全不怕玩家会因为这样的流失啦，真的是非常有自信。好啦，剩下的是一些比较跟原觉明3款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因为它也是手游日氪的一个议题啊，也是我在翻这个对话记录的时候有看到，我以前也有稍微跟朋友们提到，这边也就顺便讲了一下吧。首先，我其实还蛮不能接受，尤其是很多日常手游，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不爱做广告消除这个动作。他们真的是宁可让玩家看广告看好看满，也不愿意让玩家花一点钱之后就可以不用看广告。他们甚至也不愿意，你可能会觉得说，消除广告这个东西买了之后，他就只能赚这一次钱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甚至也不愿意做在月卡的功能里啊。我觉得如果他有想过，就是玩家购买了月卡之后，就可以跳过广告，直接领取这些看广告的奖励，那这我也觉得 OK。但是问题是我几乎玩到的都是日常游戏了，日常游戏特别不爱做这件事情。这边直接点名 Pro Sega， 然后还有那个已经倒了的，好了，国际版倒了的
炼金术师 A25，就是我最近摸到2款日常的要求你要看广告才能拿一些奖励的，当然你也可以不拿了，但是完全没有做让玩家可以免广告的这个动作，都是日常游戏。你们有用 iPad 看过那些广告吗？你知道有时候它那个广告因为打叉叉的部分特别的小，然后你在那边按半天，你会一直按到广告的商业页面，实在是超级烦。这是我今天是喜欢你们游戏才愿意看这个广告，但喜欢让我花点钱支持一下嘛，那你来帮我把这个烦躁的部分去除嘛，对不对？然后这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超级不愿意做这件事，超级不愿意。好，再来第2点，我其实很讨厌 pop up 的视窗哦，是没有办法去按视窗外空白而去做取消这件事情。最近也玩到的都是日常游戏，比较会没有这个 sense， 它就会要求你一定要按到按钮上才能把这个 pop up 的视窗关掉。这边也是点名汹涌海豚跟动物朋友。这也是我觉得小烦的一点啊。然后讲到动物朋友啊，我刚入坑动物朋友的时候，它还有那种比例是要求你限定时段才拿，而不是尽量全天或者是半天覆盖的那种类型。全天半天覆盖类型的话，像是炼金 A25，或者是其实现在已经改进了的动物朋友。对，但是我刚入坑那时候，动物朋友是要求你多少？好像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然后跟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左右吗？反正我就大概举这个例的。那请问下午想开你们游戏的人是不是就不配领你们这个体力奖励？我真的是觉得，尤其是他们的游戏性又不是那种特别要求玩家时必须在线上的。这件事情也是明朝之前周年活动的时候被骂翻的一个原因。你的游戏本身就不是那种可能每天要打工会战，它是那种高度要求玩家必须在某个时间上线的。像我一直有在玩的少女战争，它这种重氪游戏，然后很讲求玩家之间的羁绊的，就是你可能晚上8点到8点45分这段时间就是工会战期间，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出兵，你就拿不到奖励。那我觉得这种游戏，你想要设定希望玩家在某某时间上线的话，那我觉得合情合理。但今天你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性质的游戏，你原本就是玩家在任何时间上线都可能游戏，你就是要求玩家要在这个时间上线，这真的是一个很反人类吧，很反人类的做法。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有在我自己的社群上小的抱怨过，就是针对动物朋友去抱怨了。然后我不知道刚好是有被他们看到还是怎样，然后就在我抱怨没多久之后，他们就改了。然后最后这边是我一样有记录的一件小事啦。我其实非常讨厌一天会爆体的游戏，注意是非常的讨厌哦。我以前玩龙拼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刷它的那个经验关，它有时候会有这些经验加成，或者是一次性的会拿到很多经验的关卡，然后那时候你就可以队长跟朋友的队长都放上经验加成，来让你快速冲等。然后我是特别会吃石头回体力，然后去刷那种经验关卡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想要，我今天可能下午3点上线的时候，然后花完体力了，然后明天下午3点上线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体力是满的，我就是不喜欢这件事情。龙拼它好像每几等吧，因为忘记了。总之它就是升等之后，它会加你的体力上限，对，所以我才会一直去刷。我记得当我刷到我体力终于一天不会满的时候，我还有特别 po 网记录一下。然后像这种强制你早上开一次、下午开一次的游戏，蔚蓝档案点名蔚蓝档案，我也是一直非常讨厌它这件事情。手游就是这样子啦，它会有你很多不喜欢的点，然后跟很多你喜欢的点。那最后呢，当这个不喜欢的点压过你这些喜欢的点的时候，最终就会导致你退坑的这个局面。对，所以我蔚蓝档案退坑了，但是我觉得蔚蓝档案我退坑主要还是抽太烂破防。我其实很多手游都是抽很烂才破防，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原神啊、绝区领啊、明朝这些这种歪一次之后，下一次必定不会歪的这个游戏设计，就确实没有让我在这3款因为抽的体验不佳而产生退坑的想法。哦，这时候还要特别讲到我以前玩很久的那个 FEH 圣火降魔录啊，或者有人说火焰文章啊，那款就是虽然有保底，但只给你保1只，对，但是它一个角色要涂满，你要抽10只，包含原本那只11只，我到后面真的是怎么样都抽不到想要涂满的角色，一直歪，就虽然有出那词的 PU 角，但是那个就不是我想要的嘛，最终也是导致了 FEH 的退坑。
OK， 啊，因为这边在翻对话记录啊，又看到一个，这比较不算是抱怨的部分了。其实像明朝的那个什么签到门，因为它里面是可以花体力的嘛，然后它又是一个周期性更新的一个活动，然后你在打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在里面花了体力，或者说你在里面做了一些操作。明朝的每日就是会有一些比较要求你操作的部分啊，然后跟花体力的部分，然后你在解这个定期会刷新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你通常你解完，你就顺便把那一天的每日解完。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设计。我就拿像原神举例好了，原神你有没有办法说，你去打完深境螺旋之后，你就把你的体力花完了，然后你今天每日也解完了？他目前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绝区零也是类似的。对，那我觉得明朝这种活动的方向设计上，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玩家日课想要登入，基本上就是想要花体力获取资源，跟拿到每日的奖励这样子。那今天你登入，就算做的是一个周场，或者说2个礼拜更新的一个常驻的活动，那当你做完之后，你也可以顺便做到花体力这件事情，然后顺便解了每日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好，那么这时候又再说回明朝，还有一个我讨厌的点，就明朝有的时候我已经达成这个每天180体力的要求，然后我去每日页面的时候，我会发现点数还不够，还差10差20。对，然后这时候因为明朝它的每日是随机的，然后这时候你要去看你的每日今天刷到了什么，再去选择要去解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烦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每日可能固定有很多的选项，但你今天可以自己任意去选择说，我想要做哪些的选项来达成我的每日，而不是我今天以为我自己解完每日了之后，当你打开了每日页面，发现你没有解完，然后你还必须去找一些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捡5朵花，合成一个道具，升武器1等，就是你变成你要打开每日的页面，然后再退出来，然后再进到可能合成页面，然后合成完一个东西再退出来，然后再到每日页面，你才能把每日解掉。这件事情我不是这么喜欢，就我觉得明朝造就了这个每日的随机性，除了让玩家会更频繁的来回于每日页面以外，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就这个保有一点随机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绝区零的做法会比较好。绝区零是把这种有点随机性的事情放在周任，那因为你解完日任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顺便去确认一下你的周任解的状况怎样。那这时候你就会顺便去知道说，我这周被随机到的项目是什么，那你可能就会可以安排你在后面几天顺便去解掉。那这个东西它就不会像是你因为是每日是随机的，所以你就要一直来回去开每日页面。你本来在领阶段性的周任务的奖励的时候，你就会去开到周任务的页面，那这跟你玩家的行为是比较一致的。对，所以绝区零的这个周任我会比较喜欢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绝区零的周任其实有跟明朝有点像是，他会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像什么拍一张店铺的照片，然后去金手指玩一场小游戏，这个我觉得跟明朝要你合成一个东西，让你升武器1级，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像少女战争的话，它有一个每日任务叫做送出一个朋友邀请，对，然后很多人就会因为要达成每日这个送出一个朋友邀请，会一直保持自己的朋友不是满的状态，但也有不少玩家是不知道说，其实你的朋友如果是满的话，你的这个日任会直接被解掉。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类型，就是要求你强化啊、合成啊，尤其是特别要求你强化之类的日任，就会导致玩家很不喜欢把角色练满，很不喜欢把武器练满之类的，它反而会有一个，我觉得是反效果。你的日任做这个的原因，本来是想要玩家能够每天固定有所提升嘛，对不对？但是玩家看到这个任务之后，反而会因为觉得说，我今天为了要解这个每日，那我就先不练这个角色好了。对，只是这种成长型的每日放到日任，我觉得比较不妥当的一点。但当然，这也是刚刚那个随机话题延伸出来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说，少女战争的送好友邀请，你如果好友是满的话，它会帮你解掉。但是其实有一些游戏呢，它要求你要强化某某某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全仓库都已经是强化到最满的状态的话，你这个任务是解不掉的。也有这样的游戏，有的。好啦，今天聊了非常的多啊，那还是再次强调啦，这都是一些个人非常主观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之类的部分。那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小议题哦，确实讲的篇幅也不是很长，它真的就是一个很适合做成 short 的影片。好啦，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全部的概略性的讲一次。那未来有遇到什么，我觉得手游玩起来可能不舒服的地方哦，或是值得称赞的地方哦，我可能到时候再做一个 short 来特别讲这件事情吧。对，好了，那么关于手游的日课，大家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啊。那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看法，那也很感谢你听到最后这一刻。好了，就这样子啦，拜拜。